大成王朝末年，哀帝长孙明德，昏聩无道，尽佞臣而远君子，致使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各地州府一齐贫瘠。明海侯宁世征为救黎民于水火，在明海将军常远等人的拥戴下，历经数年，最终推翻大成统治，建立天圣王朝。大成王朝就此湮灭。杀！你只能选。而后不久，天圣帝派遣长子宁川及六子宁毅，追剿大成暗卫血浮屠残部及襁褓之中的哀帝九子。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如今已无人知晓。但宁川凭借射杀哀帝九子之功，位居天圣太子之位。宁毅嘛，却是另一番命运。叶儿，叶儿，母妃来呀！母妃，你在哪儿呀？我来找你了。呀，来呀，叶儿。母妃来。母妃。母妃。都是因为你而死的，你不配拥有这么安逸的生活。他们都是因为你而死的，你不配拥有这么安逸的生活。天圣18年，燕州瘟疫，临近州府明海州闽国公下令封锁关隘，许出不许进。瘟疫随流民蔓延至帝京附近，天圣帝宁世征急迫地想要寻求解决之法。传旨，自即日起，增设5朝，望众臣勤勉，与朕一心，解决瘟疫。西城修平坊一带是此次疫情控制最好的地区，哪位爱卿知道原委啊？陛下，修平坊一带是由楚王宁毅出资，老臣着人在那里筹建了碑田病坊，及时隔离了病疫。同时呢，有大量的焚熏艾草，防止疫情蔓延。宁毅，他哪里得来这些钱财，做得了这样大的手笔？陛下有所不知，楚王自从进了宗正寺，一直沿袭蜀锦织造。这次他就将多年织造的蜀锦全部捐出，老臣就是用这笔财力筹建的病房。蜀锦，哎呀，难怪这么大的手笔，寸锦寸金呐！陛下，臣以为此举不妥，虽可救民于水火，但堂堂皇子织造蜀锦，
难免会落人笑柄。朕命尔等即刻拟旨，以大赦之法平息灾乱。陛下爱民如子，慈悲之心必将感召天地。陛下圣明，国策永绵。宁毅已经废了，现在就是个绣工。二王兄说的对呀，若仅为此事，太子殿下将我们连夜招来磋商，未免小题大做了吧？宁毅身为一个囚徒，被囚于宗正寺多年，仅靠着织布绣花就可以为父皇分忧。哎，你我这等受父皇器重的皇子，难道就不觉得羞愧吗？不就是织布卖钱嘛，妇人操持的营生，说出来都觉得丢人。臣弟我可做不出这种女儿家的事情。宁言，哎，武帝，怎么跟王兄说话呢？还不快谢罪！请殿下恕罪。不过王兄，武帝之言虽不入耳，但也有其道理。这个宁毅自18岁进了宗正寺，已经与朝堂断了联系。这满朝文武，别说依附于他，就连见过他的，能有几个呀？啊，孤绝之人，无权无势，他还能做点什么？除了绣花和织布，哪像太子殿下您呢？现在可是如日中天，还有闵国公鼎力扶持着，何必在这个废子身上多劳心呢？就是啊，他母妃早亡，连在后宫都找不到一个可依靠之人，唯一能保他老三都死了。殿下，臣弟的意思是，您何必怕他呢？他什么都没有嘛。陛下，楚王来了，说要面圣谢恩。嗯，谢恩？父皇，父皇！父皇，儿臣来请安了。宣吗？是。儿臣惶恐，真没想到还能出来，所以晚饭的时候就喝了点酒。父皇，今日不宜面圣，我明日再向父皇请安。儿臣告退了。告退。启禀陛下，楚
楚王他喝醉了。朕好似听到黑夜中私语，好像微风初起，许多人都充耳不闻，却预示着暴风雨将要来临。毕竟大家都是兄弟，他宁毅如果出来肯本本分分地做一个闲散王爷，那孤也不愿意逼人太甚。五弟，看看大王兄，不愧是太子殿下，真有帝王之德。但愿那个宁毅能够明了殿下的一片苦心，能与臣弟一样，尽力辅佐太子殿下，保我天圣千秋万代。那是当然，臣弟跟二王兄一样，愿为太子殿下身先士卒，肝脑涂地。燕州、明州都是山清水秀、富饶之地。在孤登上大宝之后，一定让弟弟们回到封地，安享太平盛世。臣弟恭谢太子殿下。好了好了，免礼了啊！时辰不早了，二位弟弟还是先回府歇息吧啊！行了，都下去吧。臣弟先行告退了。慢走。太子殿下，您似乎还忘了什么事儿？五弟稍留片刻，孤要与你商量督办修渠一事。臣弟告退。太子哥哥，这事儿哪里还需要您再次提醒啊？臣弟一下朝就着手去筹备。您放心，跟以前一样，这户部的拨款我已经安排了。安排好，把户部下拨的每一枚通宝，孤都要看它成为修渠的一法一例。殿下的意思是？五弟，你怎如此愚钝？审时度势四字，你可认得？臣弟明白了，臣弟照您说的做就是了。殿下，若没有其他另语的话，那臣弟先行告退。太子殿下这么做，是为了赵王您考虑的呀。为了本王？赵王难道都忘了？当年楚王获罪入宗正寺，赵王可是首功啊！现在人家可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来了。臣若是赵王，恐怕今夜是难以入眠了。陛下，臣前几日前往永泰坊调查善款使用情况，屡屡遭到百姓拦路，高呼皇恩浩大。细查之后，方才明了，原来是赵王在督办修渠之时，看到南城百姓受疫情所迫，生活困顿，于是赵王便代表陛下，向百姓们发放了粮食和草药。赵王真乃宅心仁厚，是我们众臣之表率也。哪里，葛侍郎过誉了。父皇，要说臣之表率，自然非太子殿下莫属。此事本就是太子殿下带领众臣为安抚黎民，尽各自微薄之力，并不欲以此邀功。太子殿下御下有方，太子堪称尧舜之德，是我天圣之福分呐！我是东梁天圣之士，我等之楷模。好啊，应是。宁毅呢？怎么不见楚王上朝？回禀陛下，
楚王殿下自觉是罪臣，无诏不宜上殿面见圣上，此刻正在承明殿外候着呢。孺子可教也。宣。是。宣楚王宁毅觐见。宣楚王宁毅觐见。楚王殿下，殿下，昨晚您不是说要谢恩的吗？楚王是在宗正寺待得太久，连宫规都忘了吧？无礼，荒唐！六弟不会真在宗正寺染上什么怪疾了吧？父皇，不如让六弟先下朝歌歇息，传太医过来给看看。六弟，你身体没有什么地方觉得不舒服吗？太子哥哥，真的是兄弟情深，降煞臣弟了。惶恐，罪臣罪不可恕，不敢，也不配在承明殿上，在父皇面前妄言。承明殿，右通广内，左达承明，济济坟典，义聚群英。承明殿上能战之人，俱是天下文武英才。承明殿上能说的话，俱是关乎江山社稷、天下安危，不是给尔等上吹下捧、一唱一和、歌功颂德之地。从今以后，承明殿上妄言者，论罪当诛。楚王宁毅，朕已赦你无罪，你自当明白，不可再以罪臣自居。儿臣明白。雷霆雨露，皆是君恩。谢父皇。楚王此次捐锦赈灾有功，朕要好好嘉奖。说吧，想要何等恩赏？父皇，宗正寺有个狱卒叫霍老三，可以赏给儿臣吗？狱卒？霍老三织得一手好蜀锦，当狱卒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好，楚王这是有功不邀赏。好，楚王如今既已回朝，还需慢慢理解朝堂之事。朕思量，莫不如迁去清明书院，跟随辛爱卿，为朕选拔能才吧。启禀陛下，臣以为不妥。选拔人才乃朝之大事，莫说是楚王复出宗正寺，对我朝吏治是一无所知。即使是自承明殿设立之日，一直站在这里的老臣，
也不敢在新元首选拔人才的事情上擅自智慧。常都督所言极是，祈请陛下收回成命。祈请陛下三思。祈请陛下三思。辛子爷，你说。清明书院教圣贤书，授文武艺。最讲究的不过还是2个字：忠孝。陛下立国之时曾颁令天下，皇子无诏不得私自离京，更不得与驻军将领暗通款曲。8年前，楚王曾罔顾宵禁之令，擅自离京，更与京郊虎威营指挥使袁冲私会，后又欲带兵回京，意图不明。楚王身为臣子，罔顾天子圣令，视为不忠；楚王身为皇子，罔顾陛下亲谕，视为不孝。似这种不忠不孝之人，清明书院，不敢容耳。父皇，儿臣只想下半生知蜀锦为生，还请父皇成全。这个宁毅，你以为8年大牢就能磨软他的性子？哼，他就是一根钉子，放在哪里都能扎出血来。朕只是怕放不好，倒扎了朕的手。陛下乃天纵之才，小小楚王怎么敢呢？只是，陛下跟这根钉子的关系有点特殊，万一扎狠了，有人要连根拔了这根钉子。啊！他是朕的皇子，你倒是跟朕说说，当今天下，谁敢连根拔这颗钉子？谁敢对朕的皇子不利？没人敢。老奴胡说八道呢。你不敢说，朕替你说。当今这天下是姓了宁，可是承明殿都快姓常了。常还仗着自己是太子的舅舅，有什么事他不敢的？朕已经想好了护宁毅的周全法子。陛下的意思是？邱家。邱家？这邱都督是以常都督马首是瞻呐。那是因为邱尚奇缺一个皇子，现在朕就送他一个。皇命受天，昼后而存。楚王宁毅性温有礼，行孝有加，文武并重。亲军都督邱尚奇之女邱玉洛，少儿婉顺，品貌端庄，秀外慧中。今帝赐恩，令承眷属，以严国祚，特赐婚于楚王，则即日大婚。恭喜楚王，贺喜楚王！哎呦，辛院首，您也在呢？哎，哈哈，陪夫人买绸布。哎，巧了，巧了，巧了！夫人呐，这太子每月都送给我们各地进贡的绸布，随你挑来，随你选，为何非要到这个鄙陋之地
这宫中之物岂是民间凡物能比？你懂什么？现如今这天圣重臣家的夫人跟小姐，哪一个不得有一件半件楚王亲手织的蜀锦？我这不是给你挣面子吗？我可打听好了啊，只有这家绸布庄还剩几匹蜀锦。店家哥哥，把你家的蜀锦全拿出来，大花我今天全要了。好的，夫人。贵为一名皇子，给妇人织布裁衣，不失体统吗？给妇人织布裁衣就有失体统，可我看你给妇人画眉，倒是挺带劲呐。普天之下，我只给夫人大花画眉，看别人不带劲。夫人，我这眉画的如何呀？远看一带远山，近看一道卧蚕，当然还是夫人自己天生丽质。哪是这个布料？让店家给你量身定做一件胡服新装。为何胡服新装呢？配你这帽子。配。配。那就听夫人的。抬手。殿下该不会真的要为臣做套衣服吧？要不然呢？5日之后，还要请你亲自来试衣服。好啊，殿下和邱家小姐结亲之日，我一定穿上由殿下亲手缝制的这套衣服去讨杯喜酒吃。这婚结不得。这个亲啊，结不得。老爷，怎么结不得了？这玉落小娘子要是嫁给了皇子，那老爷跟陛下不就成亲家了吗？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你懂什么？这皇子和皇子可是大不一样，有的皇子你跟了他，过不了几年，那是皇后娘娘的命，满门荣耀；有的或许不出2年，就又进了宗正寺，做回阶下囚，落得满门抄斩都说不定。这么严重啊？先出去吧。陛下，这是逼着我们邱家反常家呀！老爷，何出此言呀？楚王当年是怎么进的宗正寺？3皇子是怎么死的？我虽然不知真相，却揣摩出一二。有些人手上沾的血太多了。只怕那些冤魂找上门来。楚王就是当年常家斩草没有除根，今天这个根又要冒芽了。殿下所忧虑的不无道理。邱尚奇那只老狐狸信不得。
可是陛下已经颁旨，要想推翻，得容臣想想。我们不用想办法，着急的应该是邱尚启。谁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我这么一个朝不保夕的皇子嘞？如果我们邱家和楚王联姻，无论我们邱家今后做什么，常家万万都容不下了。常家在宫中根深蒂固啊！陛下真是高看了我邱尚启，给了我一个刚出囚牢的皇子，以为就能扳倒有太子做靠山的常家。那倒也是。永金太子和常氏对殿下是如临大敌。你回宫第一日，他们就招来了宁言、宁生，共同商议如何对付你。你还是好好想想如何能活过这个春天吧。用本王一条性命，拖了所有人下黄泉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为何如此着急下去见你三哥呢？宁毅，我和你初见之时，正是我与宁巧诀别之日。他将你托付于我的目的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。8年来，我与太子虚与委蛇，布下了如此的棋局，不单单是替宁巧报仇、洗刷他的冤屈，更是为了完成他的嘱托，辅佐你成为一代明君。明君，本朝最该成为明君之人，正是我那沉冤不得雪的三哥宁巧。他一身仁义，使百姓如此命，却落得个谋逆的无名，生生赔上性命。那些构陷他的人呢，依然高高在上，依然蝇营狗苟。若这天下不能扫清这等蛀虫，不能令天下仁义之辈自由地行走在阳光下，谈何明君？子燕兄，又何来明君？恭喜老爷！哎呀，夫人，不要再开玩笑了呀！恭喜老爷今日又喜获1000金。什么？宣旨的内官带走的庚帖是凤之威的。啊！8年前，我没有为三哥带回来那1线生机，反而……那不是你的错。8年了，我没有还他一个清白，为他报仇。我只是个无用的蠢人罢了。也罢，蠢人就应该做蠢事。那咱们就帮着他们，让有权的更有权了，让有势的更有势了。是，表面上看起来，太子、2皇子、5皇子，哪个不是胸怀宏图伟志？哪个又肯真正的伏低做小呢？他们3个人如今看上去是铁板一块，那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机会还没来。如今陛下把你放出了宗正寺，尤其是昨日朝堂上的一番言语，让有心人觉得机会来了。太子之位已经动摇了，所以，对于他们是不是机会不好说。子燕兄，对于我们绝对是好的机会啊！对呀，陛下来借殿下敲打常氏和太子，可是殿下你现在无权无势，一出宗正寺变成了众矢之的，我是担心他们联起手来加害于你。
虽如今陛下赐你与邱家成婚，倒不失为一条护你周全的妙计。所以我认为你倒不如顺水推舟，领旨谢恩。志威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去宗夫子的私塾读书了。你那么喜欢读，娘呢就求你舅父，让你在府里的女学读书，好不好？干嘛要花这冤枉钱啊？反正封号懒得读，正好我替他读。再说了，那个舅父一向看低娘。我可不向娘开口相求，受委屈。娘是怕你啊，一个女孩子家成天的往外跑，让外人知道了，恐怕坏了你女孩子家的名声。对了，宗先生在私塾有没有跟你说起过什么？阿娘，我这都在私塾混了好几年了，怎么突然开始关心起我读书了？你已经18岁了。哟，凤，小娘子好。五姨娘，你今儿吃错什么药了？不要乱说话，没大没小。哎，不，小娘子没有乱说话，我就是吃错药了。小娘子明察秋毫，天赋异禀，机智可爱。别！五姨娘，您还是别夸我了。我宁愿您跟之前一样骂我，我反倒还舒服点儿。啊，来，把东西放桌子上。五姨娘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些都是送给小娘子的礼物啊。给我的？是啊，五姨娘。是府里最近出了什么事吗？我听几个侍女说，今天有宫中的内侍官来过，是跟此事有关吗？姑太太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姨娘，话不能乱说。对了，夫人有请二位，二位赶紧去吧。阿娘，你说这能卖多少钱啊？女儿看着很是有些贵重的，还有这些，估摸着能换一个大宅院了吧？这冒手冒脚的在干什么呀？好啊，好。对啊，阿娘，女儿明白。您刚跟舅母说要再想想，其实呢，都只是缓兵之计。咱们赶紧带着凤号明追大吉。说这天大地大的，阿娘，你想去哪儿啊？胡闹！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就待在这儿。阿娘，你不会当真考虑舅母的话吧？我不做，我不要做什么秋玉了，我也不要嫁进什么楚王府。不知轻重，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杀头的。明明是舅父他们不知轻重。是，他们的这步棋走的确实有些惊险，不过有时候
也的确只有兵行险招，才能破了这将死的棋局。将死的棋局？阿娘，我怎么听您这话，像是话里有话呢？阿娘，如今女儿已经年满18，你要是有什么心事，可以跟女儿说了。阿娘，如今女儿已经年满18，你要是有什么心事，可以跟女儿说了。阿娘，若您辛苦培养女儿18载，终不过只是想让女儿嫁进豪门富户，你又何必让宗夫子教我，令女儿识文断字，知道这天下有多大？如今女儿既然已经知道了，你让女儿如何忍受这一入侯门深似海的日子？阿娘，哎呦，哎，这么些个好东西，哎，哪儿来的呀？起开，起开！此乃你长姐的卖身钱啊！哎，难不成有人想迎娶长姐？何人呢？何人出手如此阔绰？你可真猜不到，人家可是志威。哎呀，封浩啊，如今这夹衣都还没脱呢，你就热得烧心要扇扇子了。说，你又花了多少钱去换这个老石子？阿娘都不曾约束我，你一个要出嫁的小娘子，凭什么管我？是，我何能管得了你啊？你暂且放宽心吧，从今往后啊，你就能过上真正凤大少爷的日子了。买一宅子的字画扇子，啊，再雇8个丫鬟给你扇，反正受苦的只是我一个。做长姐的，这也是我应该的。把我卖了，你就只管安心数钱吧。志威，有这么数落兄弟的吗？再说了，娘根本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娘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你们可是又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放下。长公啊，这朱茵小娘子抚了一手好琴呐，尤其这高山流水，在帝京那可是千金难求啊。邱某可是费了很多周章，特意请来给长公助兴，可还入长公耳否啊？邱都督如今得了陛下的诏福，现在可是了不得呀！哎，人家是千金难求的东西，到了邱都督你这儿，那不还是招手即来吗？只不过是可惜的很呐，常某一介武夫，听不懂这咿咿呀呀的玩意儿。好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长郎君真乃活命菩萨呀！哟，奴家每抚这咿咿呀呀的玩意儿，也是难过的紧呢。不过是为了附庸风雅而已。如今郎君既是不愿销售此等玩意儿，莫不如奴家讲只笑话，可好？好，讲个笑话。那便讲来听听。若是讲不好，可是要重罚的哟。大岳遣使来访，哀帝秘密派侯白前去试探。这侯白换了破旧衣服，扮作仆人前去。使者很看不起他，一边侧卧着放屁，一边与他说话。使者问：“尔等可知贵国马驾贵贱？”这侯白答曰：“
这马有数等，贵贱不同。若是夹着尾巴，只会侧卧着放屁，则一文不值了。奴家侍奉郎君，满饮此杯。好，长公，邱某日后唯愿以长公酒照喝，曲儿照听，不知长公意下如何呀？来，我以为谁在这儿呢？原来是小浪货，见手见脚的。别以为在府里陪老爷喝了几顿酒，就能当主子了。你凭什么栽我的花呀？武姨娘，是我造次了。老爷不在，就别端着了。我不吃这一套。一个兰香院的姑娘，在我这演什么贤良淑德呀？姨娘这话说的当真有趣。我本就是个姑娘，哪里需要什么贤良淑德？不比姨娘你呢，竟是一副当家夫人的气派。我是姨娘，你是姑娘，不要脸的居然讽刺起我的出身了。哼，你别以为得了宠就能卖乖了。老爷今天给了你多少银子啊？他再喜欢你，有娶你进门吗？是，我此生都是一个卖笑之人，以断了进门为妾的念头，还请姨娘高抬贵手。你啊，谁是妾呢？你在说谁呢你？啊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为什么？住手！姐，哎，我是奉旨为你管得着。你教我什么？你可得想好了再教，教错了再治你个大不敬。王妃，娇花配美人本是一桩美事，却被你这么个姨娘给毁了这雅致，还扫了这位小娘子的兴。既然被我遇到了，那也就赶巧扫了我的兴。再说我们邱府也算是个体面人家，怎会养出你这等阿杂人物？若是被王公贵戚们见到了，岂不颜面扫地？你什么你？一个姨娘还想翻了天了？去把那边藤上的那朵月季给我摘下来，我看跟这位小娘子还挺配的。是王妃。小小子，别绷着了。你是兰香院的姑娘，是，卖笑为生的地方，说来羞愧。哪里的话，我倒是觉得，当今这天下，作为一个女子，也就是在兰香院这种地方，还能活得有几分自在。姐姐，我跟你一见如故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朱茵。朱茵，真好听。你呢？我叫凤之薇。不如咱们结拜金兰吧。举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姐姐戴上！戴上。好看。
顾中尉士，伤口乃是此物所致。手起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父皇，儿臣还带回了元血浮屠叛臣顾衍，正是顾恒的同胞手足，他可作证，这婴孩确实是大成九皇子。顾衍呐，既已弃暗投明，那就不妨说说，朕该如何处置血浮屠首领及大成余孽的尸身呐？陛下仁慈，放解救宗正，以罪人之前，此事正是彰显陛下仁心之计。哦，那朕是否也应该与你仁慈之心，恕你不死啊？罪人不敢，只求陛下宽赐，饶过罪人之妻小。饶你妻小不难，只是这大成血浮屠残部众多，你可愿助朕规劝他们，同你一般弃暗投明？传令下去，全体禁御卫一级戒备，3人成行，严禁单独行动。是，顾指挥使。下官觉得尸体的嘴里似乎有些古怪。背叛血浮屠者，必诛。子燕兄，怎会有血浮屠的首级？那首级是我的师傅天机子当年为大成哀帝所造。我身为他的高徒，甚至多造2把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吧。既要借血浮屠造势，就要做得逼真一些。所以我才请人带着首级前去帮他补了2下。这做剧之人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让血浮屠重现于世。你可知道为什么？不管他们做什么，都只是为了太子之位。好了，既然他们行动了，我们不妨让他们推一把吧。你已经有计策了。沾点花在计策里，那岂不是无趣得很？宁城，你可是那个自小进府服侍宁毅的孩子？是，这宁城这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，还能让燕王殿下记得。你也不易啊，跟着本王那个6弟，在宗正寺讨生活，吃了不少苦。回燕王，小人在里面的时候没觉得有多苦，可是这出来一看呀，嚯，这花花世界的，这才知道这里面是真苦啊。宁城，谢过燕王殿下。哎，回去禀告你们家主子，就说兄弟多年未见，甚是想念。去吧。燕王殿下的好，小人都记在心里。宁城告退。看来跟着楚王的人都憋坏了。8年宗正寺牢狱之灾，如今给点小恩惠，
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苦命的孩子。那殿下觉得有没有必要对楚王本人有所提防呢？提防？何须本王来盯着他呀？我那个六弟，自小就不是省油的灯。倘若宗正寺牢狱之灾能磨平他的性格，自然是万事大吉。如若他还像小时候那般，根本就不用本王去提防他，自然有太子、宁言，他们不会放过他的。也对。等燕州出现大成遗孤一事在朝中传开，那殿下就可请旨陛下到封地平息此事。帝京就由着他们去争吧，你我以退为进。阁上，你看看，这个宁毅还真是蹬鼻子上脸。这不过就是卖了几匹布，居然得了父皇偌大的赏赐，还因此离了宗正寺。而本王呢，是预支了自己的俸禄真金白银去赈灾，反倒受了父皇的贬斥。赵王息怒。今日陛下贬斥的人，本不是赵王你呀，不是本王还会是谁啊？再说了，这个主意太子也是同意了的，到最后全成了本王一个人的错了。朝堂上被父皇一顿骂，下了朝还被太子一顿骂。殿下，正因为太子殿下心知肚明，知道陛下斥责的不是你，他才生气呀。骂的又不是他，他生什么气呀？气就气吧，本王早已习惯了。总之，脏活累活都是本王干，有封有赏，则算在他头上。倘若一个不慎犯了错，这黑锅还得由本王来背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他是太子，我就是个区区的赵王，就连这个赵王都是仰人鼻息才获封的。殿下，明日楚王宴请一事，殿下如何应对啊？哼，我没找他，他倒找上门来了。血浮屠使用这手戟刺杀金宇卫一事，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了。难道说，刺杀是假，要闹得满城风雨才是真？新元首何出此言呢？哎呀，这事儿谁不知道啊？你看，说来也巧，前些日子赵渊给林台长送邱家小姐的庚帖，我正好在场，连赵渊都提起过此事。不错，臣与赵给使确实提起过此事。当时臣只是觉得有些古怪，倘若血浮屠只是为了向臣寻仇，这特殊的杀人手段，臣怎会不知呢？那又何必再留下布条多此一举呢？倘若不是此等目的，那臣更是想破脑袋也难以明白，竟是何人令血浮屠重现天下，又意欲何为呢？林川，去，务必拿下顾恒和余孽九皇子。大圣余孽已无处可逃，杀！过我太子，横挑眼镜；贺我天圣，帝业万年。意欲何为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无非是为了顾着太子之位啊！新元首坐吧。嘿。臣继续循着血浮屠一案追查，发现他们来自燕州，于是派属下前去燕州调查。今日收到属下800里加急，进言说于燕州发现了大成九皇子。什么九皇子？新少保入朝较晚，有些事呢不甚明了。孤是如何做到太子之位的？因为当年那九皇子是孤亲手射杀的，而现如今在燕州又出了一个九皇子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对孤来言，那是什么欺君大罪？太子莫慌，
此事无论是何人布局，于臣看来，看似危机重重，其实破绽百出。陛下是何等人啊？一双慧眼，什么都看得清楚。我们想得到的，他也一定想得到。怕就怕我父皇明明想得到，他却装作想不到。宁毅那厮归朝之日，我父皇在大殿之上所言，辛少保你也听到了啊。若不是辛少保你直言相见，清明书院现如今恐怕已经归到宁毅的手上了。太子殿下，但说无妨。你该不会怀疑宁毅跟此事有关吧？启禀殿下，楚王派人送来了拜帖，有请太子与众皇子明日过府一聚。哼。这楚王还真不消停啊！宁毅现在是我父皇手里的一杆红缨枪，他当然要借这个当口，能搅起多大风浪就搅起多大风浪。不过，若说他是暗中布局之人，那恐怕是合了某些人的心思了。那是合了二皇子和五皇子的心思了，对吗，殿下？我全都明白了，臣这就去暗中安排调查，先告退了。殿下，倘若这一切真如您所推测，当真是有人心怀叵测，想利用大成一故一事做文章，那么此事的关键就是楚王啊。所以说嘛，明日这个宴席，姑就是不想去，也得去。哎呀，不如你干嘛你？好小子，机灵劲儿全没用对地方。你怎知不是阿娘啊？阿娘才不会像你一般对我。哦，你还知道啊？那你还用偷东西来换阿娘对你的好？凤主任，你别以为我平时叫你一声长姐，你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在这个家，只有我不想要的，没有我不能拿的。好，封浩，那我也告诉你，既然呢这聘礼是我凤之卫的卖身钱，你也休想妄动一分一毫。凤之卫，你以为白天你和阿娘遮遮掩掩，我当真看不出所以然吗？不就是你不愿嫁，阿娘却逼着你嫁吗？那你可知阿娘这是何意啊？无论何意，反正阿娘是不会强迫于我。这何来强迫一说呀？你看，哎，你看这聘礼，那必是富户无疑啊！阿娘这是为你打算，当然也是为我打算。长姐，既然你说这聘礼是卖身钱，那必是卖你无疑喽，让我过风光日子喽。那你可知这是为何？嗯？因为我才是凤氏家族的唯一男丁，我才是凤家的血脉。哎，你干嘛你？哎呀，阿娘，救命啊！我这会杀人了！阿娘，我腿，来了！哎，好你个小贼啊！你给我！不是，这不是你聘礼，这是我的。你的啊？你什么时候变做小娘子了？还带上珠钗了不成啊？不是，我这就是我的，这是我的花，你捡的我，你给我。花园捡的啊？你好意思？你好意思？
你是兰香院的姑娘，卖孝为生的地方受来羞愧。我跟你一见如故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朱茵。姐姐，不如咱们结拜金兰吧。主大，太子爷今日急召了新元首到东宫议事，这是新元首给你的信。帖子也着人送到了三位爷的府上，属下还见到了燕王。特可怜你我主仆二人，在宗正寺这8年，日子过得辛苦。可能这8年，太子殿下比你我都辛苦得多呀。燕王宁生这次的行动，还真是歪打正着啊！这亏心事若是做得多了，半夜听见什么动静，自然以为是鬼叫梅。疑心生暗鬼啊！哎，燕王给你的赏赐，你可要好好用给燕王看呐。燕王也送给本王一份大礼，这可是真的大呀。那咱们也给燕王回一份礼。回，当然回。回一份大大的礼，大的让他舍不得离开帝京。周妍姐姐对六郎可真是另眼相待呀！哪位王公公子有这样的待遇？瞧青玉这话说的，难道你们不是吗？那是，在咱们兰香院，太子的名号可以比不上六郎。哎，你找谁呀？这位姑娘，你好像走错地方了吧？这里是兰香院吧？是呀，这里是兰香院，可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是来找我姐姐的。你姐姐是谁呀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哎，你站住！邱尚奇这只老狐狸，打着左右逢源的主意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应酬他2个老货，自然是辛苦。不过昨日在邱府遭遇了一桩趣事，还见着了一个妙人儿。此人与六郎还有着莫大的关系，到令奴家心情大好。跟我有什么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没听周英姐姐说她有个妹妹啊？对呀，这兰香院都说了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冷静一说，姐姐，原来是妹妹呀！姐姐万安，我是给你送珠钗的。你可当真是个妙人呢？啊？何人？你为何拿着剪刀？你别动，这里有一个线头，这里。哦，我是来这儿为这些姑娘们做衣服的裁缝。他眼里只有衣服，目中无人，有眼无珠。不过和妹妹一样，也是一个顶顶有趣的人。好了，料子既已裁好，我送你出去吧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姐姐，此人怎会如此唐突？他真是个裁缝吗？六郎，明日楚王府设宴，若庆玉能拔得头筹，六郎能否将你府中新制的雏锦赐予庆玉呀？好啊。是呀，明日既能去楚王府吃酒，又可得六郎的蜀锦，岂不美哉？姐姐，这小裁缝当真是来自楚王府啊？他是送于你了，下次再送于你。
裁缝小哥，哎，你与那位楚王肯定熟识吧？楚王啊，那是当然。这世上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对他熟识了。如此笃定啊？我不信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家那位楚王平日里究竟都做何等行事啊？是不是整日里饮酒欢宴、骑射打架？小娘子此言差矣。楚王殿下对这些毫不感兴趣，他跟我一样，就喜欢在府上看人染布、织锦什么的。堂堂一位当朝王爷，怎会如此古怪？古怪？为什么呀？那他的那些兄弟姐妹，岂不是都看不起他吗？兄弟姐妹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胸怀天下之人，但楚王跟他们完全不一样。他整天琢磨着，让整个楚王府变成染布坊。我认为他最想做一个平民百姓，不古怪了吧？那么如此说来，此人倒也令人有些好奇呀。那他自小没少受人欺负吧？哎，你一直打听他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楚王。六郎，啊，朱茵姐姐，朱茵姐姐，姐姐，六郎，借一步说话。好，以后跟你聊。哦。难得见六郎如此好兴致，我都插不上话。先前我在邱府听到那姨娘叫她王妃娘娘。哦，难道她就是邱家玉落？倒也算是一个妙人儿。怎么了？奴婢被王妃打了。王妃？你莫不是说是凤之薇？夫人，这府上除了她，还有谁如此胆大妄为？如今知晓自己要当王妃了，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不会吧？那日我和他母女说起此事，他似乎还很不情愿。不情愿？夫人，你就是太心善了，可莫被凤之薇给蒙骗了。此等好事，何人会不情愿呀？他就是想欺瞒夫人，骗取您给的更多的好处罢了。夫人要是不信，可以问府中的仆役们。方才他还背着王妃的拍头，帮兰香院的姑娘欺负奴婢。果真如此放肆？夫人，您本意是不想玉落小娘子嫁入狼虎窝去，可如今凤之薇要嫁过去了，她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吗？她要当上了王妃，岂不是骑到夫人您头上去了？夫人，你想想，想当年他们母子三人是如何进府的？长兄，看在你我兄妹一场的份上，收留了我这无家可归的妹妹吧。林英啊，莫怪你长兄心狠，你那些陈年旧事，邱家何府早已不欲再提起。现如今，你又自己突然跑回门来，也就罢了，只是还带着那一对孽障。明英，
说句不该说的话。古有聘者为妻，奔者为妾。如果我们收留了你，那岂不是为邱府蒙羞了吗？你说呢？张兄，明英若不是走投无路，断不会回来自取其辱。当初是明英诱入门风，可赤子无辜，唯盼张兄垂怜。老爷，姐姐，大姐面前，万不能心慈手软。无处可去，这是咱唯一可落脚之地，我们不能走。走。舅父，您行行好，收下我们吧。我们日夜兼程赶往帝京，已经2天2夜水米没打牙了。我娘要在路上受了风寒，哪怕给我娘找个大夫瞧瞧病也行啊，舅父。这家人好可惜。你看看，好了啊，明英啊，进去吧。孩子多可怜啊！走吧啊，回家了。差不多。妹妹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凤之威的确不是一个让人安生的主。他只要一朝得势，就会翻脸不认人的。夫人未免太糊涂了。纵然我等对之威抱有厚望，也不能让他这样以身试险。再说，如果真加于宁毅，若等之威知晓你我心愿之时，那之威如何自处啊？夫子，我当然明白您的意思，所以这才万般难以抉择呀。18年了，这18年来，我没有寻到任何的办法。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有的只是我只能在梦中一起跟他诀别的那一幕。加入王府，或许是一个机会，也未可知。夫人。另待其他时机吧。如果这时机永远等不到，那我们就让他如线下这般天真浪漫也好啊。
娘。宗夫子。阿娘，若您真要女儿嫁，智妃愿意。听说那个楚王也是个落魄之人，想必也不似那些王孙公子般的专横跋扈。胡说！你阿娘是绝不会答应你嫁给楚王的。娘，对不起你。主子，您让我打听那个邱家大小姐，可跟您说的在兰香院遇到的那个姑娘大不相同啊。此话怎讲？那个邱玉洛啊，是邱尚奇的掌上明珠，从小呢娇生惯养，却是一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。可这品性嘛，却与大家闺秀相去甚远。据说前2日，邱府的一个丫鬟无意间摔了她的一只金钗，哎，这就被卖到了教坊司啊。总之，这邱府的下人们提起这位邱家小娘子啊，那真是刁蛮无礼，难伺候得住。站住！